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话题，谈一谈北美的华人作家协会的情况，说一说这些写作人的生活。说到北美华人作家协会和这一群写作人，我们自然会想起渔民的开始。大家知道，现在在北美有成千上万的写作者，有的是业余的，有的是专业的，有很多的作家协会，特别是华人的作家协会。这呢，必须要让我们想到在198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出国的情景。因为在19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出国以后呢，在北美出现了华人写作的群体。随着这40多年走过来，现在在北美，华人作家协会、华人文学写作已经成了一个亮丽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呢，很有意思。很多人很关心，说在海外作家协会都是干什么呢？他们有工资吗？他们是专业的吗？他们是和国内一样的吗？他们和国外的作家协会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在国外如果要组织一个华人作家协会，到底有多难？其实在北美组织一个华人作家协会是件非常简单的事。首先你要去注册，申请一个名称，就是所谓的华人作家协会。获得这个名称以后呢，你就招揽一些写作人，一些有兴趣爱好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作家协会实际上就存在了。至于他写的作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作家协会的名副其实的称谓，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一般的说来，在海外出国的，特别是搞写作的一些人，都是能力很强的。有不少人本来出国前就是作家，有的已经出版过书，有很多作品。他们汇集到一起，不能说他们的业务就很差，也不能说他们就不是作家。但是这和国内是完全不同的。国内的作家协会大家知道，一般都是官方的，而且他们都有工资，他们的职业是专业的。在国外的作家协会是不可能的。国外所有的华人作家协会都是自愿的，自己组织的，而且是业余写作的，没有报酬的。写作的作品也是要靠自己去推销、宣传，逐步让社会认识。这就是国外华人作家协会的基本特征。现在让我来说一说，在北美当地的华人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呢？在北美，作家协会这个概念和国内也是完全不同的。作家协会并不是一个高尚的、容易的作家的一个很好的名称的一个台阶和一个群体，不是的。在北美，作家协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理论上来讲呢，就是一些热爱文学的人、群众、老百姓组织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像国内那样。而国外的作家协会，像美国，它呢是在1948年，据我了解，开始有了第一个作家协会。到现在呢，在美国有上万个作家协会的成员。
那么这个协会他们干什么呢？首先，他们在理念上就是跟国内不一样，它就是个群众爱好团体。参加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可能是一个医生，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或许是一个科学家，甚至是一个打工仔。因为他们有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有的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活写下来，很多医生他们想把自己和病人的经历记录下来，他们就参与到作家协会来，然后就开始写作。这就是他们的作家协会的成员的构成。而这些成员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年纪比较大。在北美作家协会，年轻人显然是少于老年人、中年人的。第二，北美的作家协会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他们的活动相当的松散，他们并不是说我们要给你一个主题，现在我们协会要写什么东西，要为当前的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和什么活动要写东西，都不是。他们的活动就是你写东西你就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我们都是喜欢写东西的人，而这种交流是松散的。比如说我们几个喜欢写诗歌的，我们和一些图书馆、书店是有关系的，不定期的1周、1个月组织一次诗歌交流，大家在一起朗诵自己的作品，然后互相赠送书籍，介绍自己创作的体会，就是干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是自愿的，往往每次活动就是几个人，10多个人，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第三呢，就是我们北美作家协会最重要的事儿。这种作家协会成立呢，它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维权。什么是维权呢？就是为参加作家协会的这些作家们维权。这些作家们出书，那么在法律上应该做些什么，他们给予指导。作家们出书，那么需要找经纪人，在技术上该做些什么，给予什么帮助，他们来做。他们可以帮他们寻找出版商，可以寻找有关的人，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作家的出版权、作家的书各方面受到侵犯，那么协会可以协助他们寻找律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是协会最重要的事。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作家协会呢，它也是一个慈善的机构。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老年人，特别是一些写作人，他们经济条件都是比较好的，他们在一起写作，然后提供一些文化的、知识的、文学的帮助，对社区、对老百姓，甚至呢帮助一些困难群体，支持他们来参与作家的一些活动。这就是海外作家协会的特征。如果我像这样跟大家一说，你就会感觉到这和我们国内的作家协会显然是不同的。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怎么来任命和承认你是一个作家呢？在国外，如果你写了书，你的书出版了，在社会上流行了，开始有人看，那么我就可以称你做作家。并不是说是你要有什么水平，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有多少的年纪，有多大的资格你才能做作家，不是。只要你写作，你有书出版，
你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所谓社会的承认是很低级的，就是说大家都认可你是写东西的，我就可以称你作家。但是在国外也有作家的标准，所谓作家的标准呢，就是说你的作品说话，这是北美作家的最重要的特征。什么叫作品说话呢？作品说话就是第一，你的作品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如果你的书很畅销，有很多的读者，尽管你的书不一定具有特别重大的什么历史现实的意义，但是很畅销也可以，对吧？再一个呢，就是你的作品有代表性，比如说代表了一定的渔民，代表了一定的语言，代表了一定的群体，那么这样的作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比较不同的，这就是所谓作家的分类，哪一类作家啊？所以说到头，在北美，作家不作家，就是看你写作，看你的作品怎么样。这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话又说回来，那么作家既然是这样，他会有很多钱吗？这当然不是。有没有钱，这也是跟你的书、跟你的出版还有你个人的生意有关。所以很多作家也是贫困潦倒的。有的作家他的书很畅销，卖得很好，那么他就日子过得很好，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我又说说在北美的华人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呢？北美的华人作家协会和当地的作家协会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北美的华人作家协会他们在理念上呢受国内的作家协会作家的影响，他们的认识标准有些差别。比如说对华人作家的写作大家看得很重，比如说大家对华人作家这个概念比较敬仰，所以参加作家协会呢，多少在标准上和北美是不一样的。在北美你要参加作家协会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最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至少要付一笔钱。在北美做一个作家，特别是在美国，前2年是每年要交200多美元的会费，现在已经涨到300多元。在加拿大一样，每年的会费要280多元。那么华人的作家协会呢就不一样了，它呢第一，它就是一些华人热爱写作的人聚集在一起；第二呢，就是在组织上呢比较松散，而且呢经费付的很少，华人付的这个会费呢一般就是10块钱，有的20块钱，据我所知最多的是付到30块钱，那已经是最高了。那么华人的活动就是很受限制，通常华人的活动都要靠捐赠、社会支持才能把这个活动搞起来。但是让人们感到可喜的是，当今的华人写作确实是不错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有一些优秀的华人写作者。他们分几类，一类就是用中文写作，而且呢他们的写作呢叙述主要是讲的中国故事。所谓中国故事，就是他们写他们过去在中国的生活，写中国生活和海外生活的交错。他们的一些作品在中国很流行，甚至拍成电影很成功，也就成为中国作家的海外一部分。第二一部分呢，就是本土写作。本土写作的这些华人作家呢，他们呢写作的趋向是
主要是在本土，就是在他本地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中国，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故事具有本土特色，讲的是海外生活为主体的故事。那么他们的文学也主要体现在这方面。主要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就是这两类，当然也有站在第三眼写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写作呢，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海外的经历，他站在第三个角度来讲述这两者的故事。他们的写作具有中国的，也有海外的，是跨界的，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精力放在某一个方面，这样的写作也是挺多的。现在我给大家讲了关于华人作家，也讲了海外作家协会，还有华人作家协会的一些特点。现在你大概知道了，在北美，可以说在世界上，华人作家和写作人的群体是很多的，而且这个群体的积极性，这种热情是很高的。当今海外的华人写作和国内的写作实际上正走向一个共同的区域。有句话叫做世界村，一个村子，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特别是北美文学的渗透已经进入了一个村子。随着移民的大量出现，也随着我们海外生活和中国生活的不断的渗透，海外华人文学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有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今天我就大致给大家说一点，大家有一个了解。谢谢你。